俄乌冲突爆发即将满1周年，在这敏感时间，挪威情报局发布一则消息称，俄北方舰队舰艇30年来首次携带战术核武器出海，引发高度关注。俄专家指出，军舰是否携带核武器出海属于高度机密，不知挪威情报部门如何获知，质疑该消息不靠谱。那么，俄海军机密真的被泄露了吗？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有怎样的舰载核武库？本期节目，特约评论员石红、评论员张学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来掌握最新消息。近期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直接经济援助。2月19号下午，美国上千名反战人士在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组织者说，这可能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最大的反战示威。抗议者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敦促美国促进双方和谈。然而，在华盛顿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之际，美国总统拜登20号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拜登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弹药在内的价值5亿美元的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The other $500 million we're going to be announcing with you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iece. And just today, that announcement includes artillery ammunition for HIMARS and howitzers, more javelins, anti-armor systems, air surveillance radars to help protect Ukrainian people from aerial bombardments. 拜登同时还表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经向乌提供700辆坦克、数以千计的装甲车、1000门火炮、200多万发炮弹、50多套远程火炮以及反舰和防空系统等武器和装备。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已经累计超过500亿美元。据英国《卫报》消息，拜登此次在基辅停留仅5个多小时，而英国 BBC 则称，这次访问出人意料，可谓保密到家。白宫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了拜登访乌的行程。据报道，拜登并非搭乘总统座驾空军1号前往，而是先从波兰秘密乘坐火车，穿过波兰和乌克兰的边界，最后抵达基辅。就在乌克兰举行欢迎拜登的仪式时，基辅还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不过当时并没有俄军的空袭，乌克兰方面应该是故意安排拉响了防空警报，估计是想让拜登感受一下战争的紧张。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称，拜登之所以赶去基辅，是因为获得了俄方的安全保证。俄罗斯方面保证在拜登访问当天停火。有观察指出，这个停火指的是不袭击基辅。美联社的报道似乎也证实了上述的说法。美国方面在拜登出发前几小时曾向俄方通报了出访的计划。近1周来，随着俄罗斯加大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力度，乌军在东线逐渐失去更多的据点。为了守住煤矿小镇巴赫穆特，乌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在此。俄军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金在接受采访时预测，俄军将在3月或4月取得巴赫穆特的控制权。5名参加慕安会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众议员在2月16号致函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美国批准直接向乌克兰提供 F-16或类似的战机。西方国家及欧盟仍然在按照美国的企图延续俄乌的冲突。那么，既然按照美国的意图要延续俄乌的冲突，一方面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及资金，只有欧盟及其盟友包括西方的这些北约国家继续的大量的提供武器及资金，这场冲突才能延续下去。他们对乌或者是对俄，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没有任何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挪威情报局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俄北方舰队舰艇30年来首次携带战术核武器出海。多家西方媒体对于挪威情报部门的爆料高度关注，不过俄官方对此并未置评。全俄军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退役海军上校奥列格·施维德科夫称，有关为舰艇和潜艇配备核武器一直是俄海军最大的机密，很难说挪威的情报是否属实。
并且挪威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并未说明任何细节，比如是哪艘军舰在什么时候携带核武出海。一方面呢，我们是不能排除俄罗斯的水面舰艇可能携载了核武器出航，但是呢，这条消息放出来，它第一是要给俄罗斯抹黑，就是说俄罗斯可能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第二条就是可以增加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第三点呢，是可以给这个无核的国家就是参与进来的相关的无核国家呢，增加恐惧感情愿不情愿的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常规武器。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这条消息舆论性的可能性，或者是舆论战的可能性是更大的。有分析认为，挪威情报部门宣称俄北方舰队舰艇携核武出海，一方面是渲染俄罗斯对挪威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在向美国求助，希望其采取措施保证挪威的安全。因为美国记者西摩·赫什在其调查报道中爆料，是美国与挪威合作破坏了北溪管道。因为很多的北约国家并没有核武器，而在这个时候，当俄罗斯它的军舰携载核武器出海的时候，有可能使用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如果不出面提出来，我要向这个相关的国家提供更强大的核保护伞，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在俄乌冲突的这个现实的争斗中就可能退步，这个等于是火上浇水了。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有希望美国表态示强的这种用意在里边。俄军舰携带核武器出海的可能性有多高？在苏联时期，北方舰队的军舰经常装载着核武器，频繁出入各大洋，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曾试图融入西方，再加上本身的经济问题，北方舰队就从来没有舰艇携带核武器出海的报道。有分析指出，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中，美苏两国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核武器。作为海战的主要装备，不论是驱逐舰、巡洋舰，还是航空母舰、潜艇，都搭载了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等不同作战方式的核武器。比如苏联研制的从 P1 到 P700 导弹，除了装药量很大的常规战斗部外，几乎都有核战斗部。这些后来基本都由俄罗斯继承了。目前，俄北方舰队战斗力最强的水面舰艇是它的旗舰1144型巡洋舰彼得大帝号。苏联海军的1144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是冷战时期与美海军进行军备竞赛的产物。舰上搭载有400余枚各型导弹，拥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对外火力输出，堪称是一艘海上女护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共继承了4艘1144型与1144.2型核动力巡洋舰。090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015拉扎耶夫海军上将号已经退役。2014年，080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进驻船厂接受现代化改造，原本在2018年就应完成工程，但是现在重新入列的时间一再推迟，因此099彼得大帝号就成了俄海军唯一现役的核动力巡洋舰，并且担任俄海军北方舰队的旗舰。彼得大帝号舰长250米，宽28.5米。满载排水量26396吨，航速31节，自持力60天，舰员760人。该舰搭载一座双管130毫米舰炮、6座近防舰炮、3座250毫米火箭深弹发射器，以及3架卡27反潜直升机。彼得大帝号舰上携带有20枚反舰反潜两用导弹，96枚垂直发射的远程防空导弹，128枚垂直发射的中程防空导弹，2座双联装防空导弹发射架配备40枚黄蜂近程防空导弹，6座卡什坦弹炮合一系统配备192枚近程防空导弹。而最令对手忌惮的是彼得大帝号携带的20枚 P700花岗岩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北约称其为舰毁。这还倒是蛮贴切的。花岗岩导弹的发射方式呢比较独特，表面上看似采用垂直发射方式，但实际上在发射口盖之下，导弹呈60度仰角布置，属于类垂直发射方式。作为苏联时期研制的第3代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花岗岩的打击目标主要就是美国海军的航母，因此在设计上采用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花岗岩全长10.5米，重达6.98吨。之所以要这么大、这么重，是出于射程和打击威力方面的考虑。当时的苏联海军很清楚，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防御能力很强，反舰导弹必须具备远射程，才能够在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防御圈之外发起攻击，保证发射平台的安全。而要以较少的反舰导弹击沉或重创美国航母，反舰导弹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威力。花岗岩反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550公里以上，战斗部既有常规战斗部，也有核弹头。其中常规战斗部重750公斤，只要1枚命中就能够重创航母。核弹头呢，则是50万吨 TNT 当量，空爆的话就能够重创整个航母编队。花岗岩导弹采用惯性加指令修正加主动雷达制导，进行超视距攻击时，可利用卫星或舰载机的数据链进行中继制导。在多枚攻击模式当中，其中1枚导弹率先飞向目标，并且高度较高，负责引领其他花岗岩导弹，并吸引对方防空火力，通常被称为领弹。而其他后续发射的花岗岩导弹则采用较低的高度飞行来增加隐蔽性。那么，如果领弹被拦截，其他导弹中将有1枚自动接替领弹角色。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海军如果真的携带核弹出海，无疑是向西方国家亮出自己锋利的獠牙。这非常之举，无疑能够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近年来，俄罗斯海军对于水面舰艇的战术核武器搭载能力一直在抓紧建设。现在，俄海军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的所有舰艇都可以携带 P800镐玛瑙反舰导弹，而这款导弹也可以搭载核战斗部。俄罗斯各新型水面舰艇，如豹图 M 导弹艇、20385型轻护舰、22350型护卫舰等，都可以携带镐玛瑙。相较于俄罗斯的舰载战术核武器发展，美国当前的舰载战术核武器创新略显停滞。当前，美国海军只有战斧 BGM-109A 型和 BGM-109B 型2种可以携带核战斗部的导弹。不过，早在2019年，美国能源部潘泰克斯工厂就完成了首批50枚 W762型5000吨 TNT 低当量的核弹头，并移交给美国海军。如今，多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的3x2潜射导弹已换装该弹头。有分析指，美国政府同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W762核弹头的部署情况，是希望以此传递美国新战术核武器的威慑信息。其实，发展小当量的核武器啊，这个主要是由美国引起，或者是美国率先改进、完善、装备小型的核武器啊，就是引发的一场军备竞赛，或者是核军备竞赛，并且它准备降低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门槛。那既然如此啊，俄罗斯也明确表态，就是如果你要使用核武器，我首先要进行核武器的还击。这种战术的核武器降低了使用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增加了核武器使用的风险，而且对这个无核国家造成了更大的这个威胁。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日前表示，乌克兰军队应节省使用西方国家向基辅提供的武器，还称使用重型弹药进行大规模炮击是苏联式的作战方式，西方和北约从来不以这种方式作战。那石先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军援乌克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呢？本·华莱士所说的并不表明英国改变对乌进行军援的态度，恰恰相反呢，最近一段时间，英国在对乌军援方面还在不断加码。比如说，英国呢是北约国家里边第一个同意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那本·华莱士所说的让乌克兰节省弹药，这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啊，因为呢乌克兰弹药消耗太快了，这是呢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想到的，使得呢现在西方呢给乌克兰提供弹药有点供应不上了，因此本·华莱士呢才提醒了乌克兰省着点用，否则的话真的供应不及啊。那至于本·华莱士所说的俄军进行作战啊是苏联式的战法，这个其实呢是本·华莱士呢在嘲笑俄军作战嘛，你的战法呢很落后了啊，北约呢根本就不会这么打，北约是怎么打？那是依靠呢海空军，那这个实际上只能说明呢各自是发挥了自己所长，因为呢俄军就是地面力量呢比较强嘛，
而北约呢是海空力量比较强，所以这在战法上呢有非常大的差异。但这也都是呢基于各自的军力优势所在嘛。从这点上来看呢，本华莱士嘲笑俄军真没有必要。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呢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呢，决定了自己在战场上的战法嘛。挪威情报局称，冷战时期苏联北方舰队经常携带着核武器出海，向西方秀肌肉。如今时隔30年，俄北方舰队再度携带战术核武器出海，消息一出，立刻在西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那张先生，您认为挪威情报局释放的信息可靠性有多高呢？我认为俄方战舰携带战术核武器出海的可能性高度存在。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无论是俄国内的民间团体，还是说俄高官，都在讨论或者暗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俄罗斯的核威慑仅仅停留在口头阶段，那么它的威慑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呢，俄罗斯会通过一定的行动向西方进行威慑，进行警告，包括派出它的战舰进行搭载战术核武器。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核武器的作用，特别是它的威慑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在发射架上，就是要让对方看到。这个时候呢，不排除俄罗斯不经意间当然这个不经意主要是打了引号的不经意在不经意间透露了相关信息。同时呢，西方的一些情报机构也有能力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进行分析评估。比如说俄罗斯如果在战舰上搭载战术核武器，必须有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监控维护操作呀。那么这些人员呢是以往不用上舰的。包括战术核武器在运输、保管和装填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设备、车辆，由专门的部队进行操作。那么这些信息有可能被西方的情报机构掌握，进而分析出俄罗斯的动机。日前，美空军战机在1周内接连4次出动击落所谓不明飞行物，却被媒体爆出都是大炮打蚊子，攻击了民用飞行物，遭到舆论批评。那么，美空军为何要出动最先进的 F-22隐身战机，高调执行攻击任务？美空军公开全程对话录音，透露出怎样的交战流程？ F-22与其他空中平台、地面指挥部如何构成空战杀伤链？在美空军对所谓不明飞行物击落的4次行动中，动用了包括太空卫星、地面雷达、空中预警机、加油机、战斗机等军事力量，其中3次出动 F-22隐身战机。有观察指出，从公布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到 ，F-22采用的是隐身突击模式，使用内置弹舱武器架发射 AIM-9X 响尾蛇近距空空导弹，将目标击落。像这次一样，使用战斗机直接升空发射空空导弹进行击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只单依靠某1两型战斗机是无法完全胜任的，它需要一个大的综合的体系做支撑。比如说你要用到战斗机战斗机的雷达实际上发现距离是有限的一定要有太空的，包括大型的这种地空的雷达做支撑。综合美空军透露的信息和攻击过程 ，F-22是通过数据链接收从地面指挥部和预警机、F-15C 战机等其他空中平台发出的目标信息。因此，美空军 F-22很有可能全程雷达静默，将攻击不明飞行物的行动当成隐身空战演练。事实上，美空军 F-22平时的空战演练也如此。在一次美空军 F-22与日本航空自卫队 F-2战机进行的双机对抗联合训练中，2架 F-22并未开启雷达，而是通过机载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接收从预警机等其他平台发送过来的目标信息，利用隐身优势隐蔽接敌，然后在约92公里距离模拟发射 AIM-120C7 空空导弹。而日本 F-2飞行员连自己被击落了都还不知道。观察指出，这种隐身空战模式是美军近年来推崇的多域战战法，就是通过网络和信息优势进一步加强各军种不同平台的联合，以强大的体系作战优势来打击对手。不排除他借此机会锻炼一下或者训练一下 F-22的这个具体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它发射导弹直接攻击目标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F-22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
它的导弹都放在内置弹仓当中。实际上，内置弹仓发射导弹啊，是一个很高的技术，所以实际上美军可能在平时，特别是在一些模拟军演当中，它可能都很难找到这样可以直接从内置弹仓发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世界上第一种隐身战斗机，美军 F-22猛禽战机自服役以来，从未在实际战场上进行过空战。日前终于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空战击毁记录，可惜作秀痕迹太重，因为它大费周章所击落的是毫无攻击性的民用飞行器。在美军现役主力战机中 ，F-15鹰、F-16战隼、F/A-18大黄蜂这3款立过战功的战机，首次空战击落的对象都是军用飞行器。F-15于1979年6月27号由以色列飞行员发射一枚怪蛇3格斗型空导弹，击落一架叙利亚空军的米格21战斗机。F-16则于1981年4月28号同样由以色列飞行员击落2架叙利亚空军米8直升机，使用的并非导弹，而是火神20毫米6管机炮。而 F/A-18的首个空战击落记录则发生在海湾战争时期。1991年1月17号，由美国飞行员发射一枚麻雀中距空导弹和一枚响尾蛇格斗弹，击落2架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1。相比之下 ，F-22的首个击落对象就有点拿不出手了。可以说，美空军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和最先进的空导弹，在上万米的高空中打下毫无空中机动性的民用飞行器。而美空军却非常高调地公开了攻击过程的完整录音和部分视频，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美空军的标准交战流程，包括发现、跟踪、定位、瞄准、交战、评估的空战杀伤链全过程。我们来还原一下其中的部分过程。此次一起协同的2架 F-15C 主要担负跟踪、定位的任务，使用机上挂载的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进行目标识别和跟踪，并对攻击过程进行监控。狙击手吊舱集成了高清晰度中频前视红外系统、双模式激光器、可见光高清电视、激光点跟踪器、激光标记器、视频数据链和数据记录器等设备，能够在烟雾和云层以及低光照甚至是无光照的情况下对目标进行观察和跟踪。在通话记录当中可以看到 F-15C 飞行员不断地将飞行物的位置和飞行方向报告给地面指挥部。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飞行员称视野良好，又说视线有很多遮蔽，需要离目标远一点。这是由于狙击手吊舱位于 F-15C 的机腹下方，在观察上方的飞行物时，视野会受到机身的影响，只能够稍稍的远离目标进行观测。等到地面指挥部认为飞行物即将到达最佳击落位置，就通过包括地面雷达、太空卫星、空中飞机对目标进行锁定。F-15C 也使用瞄准吊舱上的激光指示器进一步的锁定目标，之后切换到新的加密通话频道，向 F-22发出攻击命令。而在此之前，地面指挥部已经向 F-22发出允许进入战斗的授权码以及首选武器 AIM-9X， 允许使用其他武器的指令。最后 F-22在距离目标大约8公里的位置发射一枚 AIM-9X 导弹，将目标击落。这时 F-22基本完成了任务，而空中的2架 F-15C 还要用狙击手吊舱对飞行物残骸坠落的海域进行标记，便于后续海军进行打捞作业。因此，这次攻击行动被外界看作是了解美空军作战指挥情况的一个难得案例。透过这些细节，了解美空军的一些实战操练情况。短片中提到，美空军公布的完整通话录音展现了包括发现、跟踪、定位、瞄准、交战、评估的空战杀伤链全过程。石先生，美军为何要曝光这类似教案的信息呢？这套空战杀伤链在全世界呢都是通用的。美国空军是这么做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空军也是这么做的。那美国空军为啥还要在这儿嘚不嘚呢？这是因为呢，它有一种呢强烈的炫耀成分在里边。因为呢，空战杀伤链的整个闭环过程虽然是相同或者相近，但是谁完成的更完美呀？谁用的时间更短呀？那这就差别很大了。那美国空军呢，显然是在向外界表明，美国空军呢是做的最完美的。美国空军完成整个空战杀伤链的闭环过程，用时最短。那这呢，自然在空战中呢就具有呢很明显的优势嘛。那这也就能够看出来，美国空军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呢夸耀自己也是呢在炫耀武力嘛。
据悉，美军正在组建和训练第一代5代机假想敌飞行员。美国空军的行动测试和评估中心的指挥官罗尔斯准将是第一位5代机假想敌飞行员，使用的机型是 F-35A。他还表示，美国不是唯一拥有大玩具的国家了。那张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呢？那么未来隐身空战模式会如何展开呢？至于说5代机空战模式，我想各个大国都在探索，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定论。比如说，它的交战距离在什么距离上交战？比如说以前的雷达如果探测这个非隐身目标，可以在200公里外探测到目标，而探测隐身目标的话，可能只有个20-3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把超视距空战又重新拉回到视距内空战。所以是在超视距空战，还是说视距内空战，或者是在边缘上进行空战，是使用雷达制造的导弹，还是红外制造的导弹，都需要不断的探索。包括一些具体的战术也需要不断的研究。比如说以前的战斗机如果被对方的战斗机的雷达锁定，它通常会要首先改变机头的指向，进行 S 型机动啊、同滚机动啊，包括进行 U 型转弯，以让对方的雷达脱锁，或者呢躲避对方导弹的攻击。但是隐身战斗机呢，由于它机头方向的雷达反射面积最小，所以它有可能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机头，用自己的机头对准对方的这个战斗机，把己方RCS 最小的方向冲向对方，这样呢可能会迫使对方的战斗机的雷达脱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5代机的空战模式上，各个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进行研究，目前没有定论。美国把它的 F-35装备它的假想敌中队，也是为了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探索。近段时间以来，北美防空司令部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出动美空军战机击落所谓不明飞行物之外，还指挥美空军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4架俄军飞机。这个成立于冷战时期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军事机构？末日地堡夏延山基地暗藏哪些军事秘密？北美防空司令部被指重返大国竞争前沿，传递什么信息？北美防空司令部2月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现4架俄罗斯军机，其中包括图95MS 熊式战略轰炸机和苏35战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并在此范围内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迅速出动2架 F-16战机拦截俄方进入防空识别区。除了这2架战机外，2架 F-35A 战机、1架 E-3哨兵预警机和2架 KC-135加油机也被派往进行协助。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上一次是去年10月，俄罗斯2架图95MS 轰炸机进入防空识别区，被美国 F-16战机拦截。早在冷战时期，苏联就形成了以战略轰炸机巡航美国和欧洲沿海国家周边区域的惯例，以此威慑北约。特别是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定期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设置的众多防空识别区，成为双方对抗的重要形势。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终止了对美欧的战略巡航。2007年8月，俄军宣布恢复中断了15年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巡航。从那以后，北美防空司令部每年平均在防空识别区内拦截大约6到7次俄罗斯军机。北美防空司令部称，这些数字每年都有变化，从高达15次到低至0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2020年3月9号，俄罗斯1架图95轰炸机和1架图142反潜机曾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并径直飞往华盛顿州方向，一度距离华盛顿州领空92公里。北美防空司令部拉响了3级警报，出动了1架 F-22战机进行拦截。F-22还接到命令，如果俄轰炸机继续接近华盛顿州领空，可以开火警告。它的主要使命呢，除了对整个美国大陆、加拿大大陆以及阿拉斯加相关的区域实施侦察之外的话，还要覆盖一部分北极地区。这一部分地区恰恰也是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争执最激烈的一个地区，所以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任务范围是非常大。那么作为美国又拥有阿拉斯加这样一片比较庞大的领土，这个领土又在位于北极圈附近，
所以作为俄罗斯也经常会派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的军事能力来实施敌境侦察。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还建议北美防空司令部重返大国竞争的前沿，而且要增加新成员。兰德公司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考虑到最短的空中航线经过北极和亚北极区域，这些航线对北美防空司令部来说尤其值得关注。报告提出，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拉丹麦入伙，让北美防空司令部变成三边机构。北美防空司令部多年来一直在丹麦的格陵兰岛设有早期预警设施。如果将格陵兰岛的防务工作转交北美方面负责，有助于实现更充分的资源共享，提升美国和加拿大的预警能力，同时为丹麦提供对北美防空司令部数据的访问权限。不过，丹麦是欧洲国家，事态的发展未必会像设想的那样顺利。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空军战机2月13号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4架俄罗斯战机，包括2架图95战略轰炸机和2架苏35战斗机。声明中又强调，俄军机的飞行任务不被视为威胁或挑衅。石先生，您如何分析呢？美国空军的声明没有把俄罗斯军机的飞行活动视为对美国的威胁或者挑衅，这很明显就是美方呢在极力避免美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要看到呢，俄罗斯军机这次的飞行活动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的进行的，而美国呢最近一段时间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不断的加码，而且呢美国的态度也是变得越加的强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军机呢组织这样的飞行活动，很显然是在试探的美方的反应，就是美国对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的直接反应。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呢还是极力避免美俄之间呢发生直接的对抗，所以美国空军呢才会说俄罗斯军机的飞行活动呢不对美国呢构成威胁或者挑衅。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空军的战机在空中也是采取了标准的伴飞拦截的做法没有呢采取过激的举动。北美防空司令部对俄朝等国发射导弹的行动进行监视，判断导弹路径会否飞向美国。那张先生，这是否意味着北美防空司令部实际上是一个对全球进行监控的军事力量？北美防空司令部虽然它下辖的部队或者说它直接指挥的部队主要位于阿拉斯加、加拿大，包括美国本土，但是呢，它的指挥中心能够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军的各种平台的相关信息，包括天机的、空机的、陆基的、海基的信息，它都能够收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司令部确实是一个可以监控全球军事力量的那么一个司令部。但是呢，它的监控也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针对别国的这种空中力量，特别是弹道导弹的发射。那么它监测弹道导弹发射主要通过天基的预警卫星和地基的预警雷达进行监测。比如说，它现在装备的国防支援计划的预警卫星，那么这个卫星呢是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装备了，经过不断的更新，现在还有一部分在用。它主要部署在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然后一颗卫星呢就可以覆盖地球表面1/3的面积。它还有更新型的天基红外系统，那么通过更多轨道的卫星呢，包括进行机械扫描和这种凝视探测的这种卫星，可以重点关注一些重点目标。中俄南举行第2次海上联合演习，中方派出第42批护航编队舰艇参演。演习有哪些看点？如何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能力？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据国防部发布，2月20号至27号，中国、俄罗斯、南非3国海军在南非德班至理查兹湾以东海空域举行第2次海上联合演习。中方派出位于亚丁湾执行第42批护航任务的淮南舰、日照舰、可可西里湖舰参演。
顺路南下啊完成的一个使命啊，是事先计划好的。从整个演习的目的主旨来看，应该还是维护海上航路的安全，包括打击海盗和反恐。实际上，整个这个演习的主旨啊，还是偏向于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航路安全的。这是中俄南。当下呀，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希望全世界都听他的话啊，选边站队，进一步的削弱孤立俄罗斯。他看到俄罗斯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还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这个让西方是跳脚气急败坏。但即使这样，他也无权干涉别国内政。